我一直都觉得我是被小动物召唤来这个世界的。5年似乎水怪一般的语言在不同地标景观中出现。毛利文化中，天地网会看作巨型海洋生物，又或以无形灵体的形式存在。25岁时，我把想要亲眼看到鲸鱼随手写进了生日愿望清单中，结果一路上我只敢说我是去看水怪的，或者说我太想看到鲸鱼了。水怪呢，它就是个幌子。但是和目睹一次日落金山一样，它是个概率事件。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敢抱有太多期待，可我无比坚信我会看到它。可能在未来的挪威特洛姆瑟，也可能就在25岁的新西兰。在去上的路上，也不真实，就是因为我把这个事情看成彩云盖了愿望清单之后，我就一直不干。对这个事情抱有期待。但是说是今天风浪巨大，就是我们来的时候那个海浪就一直拍打岸边。当我们把期待搁置一边，你对当下的感知会更加敏锐，快乐也会来得更加纯粹。路途中我还遇到了好多他们。我在农场见到了没有烦恼的羊群。农场主说，这位跟猫王同名的 Priestley 平时对人类超级凶。这位是 Jasmine， 老爷子把他的故事铺在我的面前。我开始幻想他懵懂坠地的那一刻，因早产而体型瘦小，被抱出羊圈，便有了自由跑在雪山下的童年；又因经常偷吃酒庄的葡萄，被划进了成年羊的栖息地。他会庆幸自己有过那段日子就够了，还是会在栏杆里意愿自己从来没见过雪山，也见过没有领地界限更没有边界感的山羊家族，半路拦着你骂骂咧咧要买物粮，也见到过不同性格的小马，说完再见依然跟在身后的有着不属于外表的智慧的 pony， 也有载着我让我闻到了新西兰味道，每天按照规定路线一年要看365次夕阳的，但下班了会藏玩具的小狗马，在驯鹿的指引下都看到了完整的日落，看到了他们完整的族群体系，看到他们如何身份运作这个移动的小领域。而每个蹦跳着来跟我熟悉的小狗面前，情感的建立好像只要一个肯定的声音。我们通过它写在尾巴上的频率，它们感知我们周身散发的颜色波浪。在它们眼里，你的情绪无法隐藏。所以，我现在是什么颜色呢？这里好像具象了一切生命本该有的模样。它们是极度自由纯粹的能量，你若愿敞开，它便能有所感知。它们好像都在帮我指向我的预感，我是指你能强烈地感受到要发生的事情。我相信，但我不抱任何幻想。出海那天，我只是平静地看向翻腾的海面，舱内只是不断地传来小孩的哭声和经不起海神摇晃的呕吐。好在我是鼻炎患者，感官让我只能聚精在海面。当航行越来越久，船长提前打着今天天气不太好，这不是关鲸鱼的，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看到的雨风筝，但那种感觉反而愈加强烈，像是被传进了风中，风冲进了深海，又顺着水雾穿过我的身体。那天的最后，我看到了那头鲸鱼。他们说她是个40岁的温柔 lady。她反复翻过的背脊，突然和童话书里失落鲸鱼岛屿的重叠。还有一只恰巧那天很快乐的小鲸鱼，它反复在那庆祝着什么。我听见它的呼喊，它跌落海平面溅起的水花，它喷向天空的呼吸，以及一大群跟着我们跳跃了很久的海豚。里面有一只很独特的白化海豚，它以极低的概率生而不同，却在新西兰毛利人眼里，它是逆王者灵魂化身的从化人。在人类这儿，它是纯净的向导，是一封神秘的信件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形容看到它们那一刻，甲板上的欢呼声，睫毛上凝结的泪水，海水的眼里，海洋的能量，生灵的能量，
他们越过了海面，向我涌来。它足以拥有将人吞没的力量。所以我25岁的愿望就这么实现了。我还是把它定义成相信它会发生的力量。我相信且坚信。谢谢你们来看我。